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版深潜点评被严重低估的谍战剧，5大突破传统看点太上头。2024版深潜的开播不但没让观众看好，甚至连平台都不怎么重视这部作品，所以在没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，就直接空降播出，甚至连收费都懒得收。一般平台看好的作品，最后几集是要收费的。这是一部被压了7年的作品，拍摄技术及设备要求多少有点跟不上现在，看起来也就有点时代感的感觉，也会让观众有种错觉，认为这部剧不行。可看完大结局后，个人认为这是一部被严重低估的高质量作品。这是一部没什么瑕疵的作品，光这一点就可以吊打如今很多的谍战剧，而在最后大结局中的收尾，更是让这部作品直接封神，很难得一见的画龙点睛手法，让人回味无穷。内容比较新颖，这是一部罕见的以军统为主题的作品。时间线在1939年，主题是长沙保卫战前期特工们拼死争夺的军事情报，以军统特工与间谍之间的较量为主要核心线。无所不在的间谍让军统在这场较量中防不胜防，明显处于下风。虽然军统当时是我党为敌人，但国难当前，匹夫有责。在这场战斗中，我党的很多地下工作者还是拼尽全力在帮忙全力清除间谍的。在云木之牺牲后，云鸿深也义无反顾地参与了这场战斗。他的任务就是协助军统获得情节，让国军在这场保卫战中获得最终的胜利。深潜的主题可以说非常的新颖，光这一点就值得被点赞。在抗战的历史上，有关国军的题材其实也值得讲一讲的，细节更讲究。这部剧中的设定比较公平，在情报人员的火拼中，三方人马伤亡都很惨重，没有哪一方有主角光环存在，特别是无辜的路人，说失踪就失踪，这可是一个很大胆的设定。在以往的谍战剧中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孤胆英雄，单挑一大帮敌人还能全身而退。在深潜中，却强调了乱世的可怕，路人会莫名其妙就被牵连进来的。这个细节设定虽然残酷，却更真实，也让剧情变得更加刀光剑影。悬疑设定突破传统，编剧设计出了悬疑剧的新花样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计中计，谍中谍，玩的是火花四射，也并没有特地去故作玄虚。该打明牌时，双方会毫不犹豫在台面上见招拆招，而表面上的明牌依然会暗藏让人意想不到的暗牌。云鸿深才刚到长沙后，就已经掉入了这场战斗的陷阱。米兰碰巧的出现，编剧却强调了哪有那么多的凑巧。当云鸿深发现事情的不对劲时，云老太太早已遭受了毒手，而至于昆吾是谁，更是没法猜。编剧最厉害的就是走不寻常路，站长是最大的 boss， 而关键密钥藏在云鸿深的房间里，这让人惊喜的大反转，就如龚处长所说，是个人都想不到。感情戏更合理，剧情中有2段感情，一段是云鸿奇与米兰，一段是云鸿深与文叶明。云鸿奇是一见钟情于米兰的，米兰作为高级特工，第1堂课上的就是不能有儿女私情，组织的利益高于一切。但作为一个冷血杀手，他还是被云鸿奇感动了。在米兰的心里，或许开始对未来有了期待，但在情报行动中，云老太太发现了米兰有问题，米兰也毫不留情就下了毒手。云鸿奇因爱生恨，从此2人势不两立。在米兰被击杀后，云鸿深把米兰随身佩戴的发夹还给云鸿奇，
云红旗爱恨交错、似笑非笑的表情让人唏嘘不已，也给导演的选人点赞。张天阳这角色是真的绝了。而云鸿深这边与文叶明在战斗中成长，两人的虽深爱对方，最后在结局中导演却没有给两人任何的交代。这样的安排更显魄力。当时是2024年，离抗战结束还有整整6年的时间，根本没必要强调他俩的儿女情长，他俩都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结局的最后一幕可以说是封神的一幕，云鸿深没有回到组织，而是继续在军统身前直接点题剧名，也让人感受到一个热血男儿为国家驰骋沙场的义不容辞。而云鸿深的父亲云木之最后半张相片，原来是在当时带领国军打长沙保卫战的领导手里，这也对应了为什么最后云鸿深跟昆吾在真假情报中时，国军领导一直在保云鸿深的原因。原来他也是潜伏者。这个大结局不禁让人拍手叫好。这是一部军统与间谍火拼的谍战剧，而我党地下工作者作为关键的影子身份，一直影响着这场战斗的结果。国军最终打赢了这场保卫战，其实也是我党的胜利，也是属于全中国抗战胜利的开始。最后想说的是，不知这么好的一部作品犯了什么事，竟然被雪藏了整整7年之久。真希望能看到第2部的到来，可惜这个可能性太低，也浪费了这么好的一个 IP。